硅基实验室 AI 日报第17期。今天最大的一件事 ，Cloud Opus 5被网友用一段提示词生成出了能直接玩的3维游戏：枪战、卡丁车、我的世界仿版、代码、贴图、物理，配乐全是他自己写的，没用任何现成素材。有人拿它渲染了一遍《指环王》的故事，账单大约10美元。今天还看这些，欧盟和加州同一天对 AI 生成的内容动了手。苹果的漏洞悬赏，信箱被 AI 垃圾塞满，真漏洞递不进去。小课堂讲 AI 做的东西怎么被认出来。先从那段提示词说起。快讯风暴，1分钟6条。第一 ，OpenAI 推出企业代理平台 Presence， 专管把智能体放进生产环境这一步，官方工程师上门交付，限量开放，买不到自助版。第二 ，Meta 给干活的智能体配了个专职技师的搭档。只在关键时刻提醒一句，终端任务一次做对的比例从 38% 提到 46%。第三 ，Snap 和领英同天治理 AI 垃圾内容，前者把纯 AI 视频移出推荐位，后者加了专门的举报入口。第四，有人实测 Kimi K3 跑在 AMD 卡上，每1美元换到的速度比英伟达对位产品更高，但冷启动等待要多1倍。第五 ，DeepSeek 开始招募智能体框架内测用户。门槛是拿得出开源代表作。第六，华尔街日报说，硅谷一批小团队正用极少预算做开放模型，别让开源阵地被全占走。先说头条，这2天开发者社区被同一件事刷屏 ，Cloud Opus 5能从一段提示词直接生成完整的3维游戏。事实这边，测试者给他一段几百字的描述，他交回来一个网页文件，双击就在浏览器里跑起来，第一人称射击。卡丁车竞速，我的世界仿版，还有潜艇、投石机、滑雪。关键在于里面没有一张下载来的图，一段现成的音乐、几何、纹理、物理、配乐，全是模型现写的代码算出来的。同题对比 GPT 5.6 Soul 和 Kimi K3 也能做，但同一台投石机，它们的活动部件更少。还有个更硬的实验，特斯拉前 AI 总监卡帕西给他100万 token 的预算，渲染《指环王》的故事。2小时5500行代码，账单10美元。说人话，一句话生成游戏这个演示2年前就有，但出来的是一堆彩色方块。这次的变化不在于他会写代码，而在于他能一口气把一件事做完。2条限定：一，全是社区实测，不是官方跑分，提示词怎么写差别巨大。2，能跑不等于能上线，没有关卡，没有存档，没有联机，离一个真游戏还差着整个工程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如果你手上有个做出来才知道行不行的想法，验证成本正在他方式下降。以前得说服一个人陪你做2周，现在是一个下午加几十块钱。次头条，规矩这边，8月2号，2条针对 AI 生成内容的规矩同天生效，一条在欧洲，一条在加州。事实这边，欧盟那条是 AI 法案第50条，管透明度，聊天机器人得让你知道你在跟机器说话，深度伪造得标出来 ，AI 生成或大幅修改过的内容得带上机器读得懂的标记。加州那条更具体，月活超100万的生成式 AI 服务商必须免费提供检测工具，让任何人能查一张图、一段音频是不是自家做的，还要在文件里嵌进看不见的来源信息。说人话，这2条第一次把 AI 做的东西要能被认出来，从行业自律变成法律义务，而且抓的是生成方。不是转发的人。加州本来定得更早，后来专门往后挪跟欧盟对齐，两边都想把同一套标准做成事实上的通行做法。2句限定，欧盟法案里最重的高风险合规要求被整体推迟了，今天生效的只是透明度这一层，而且标记技术上很脆，截个图，换个格式，压一次，藏进去的信息就容易掉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用 AI 出图、出视频、出配音，输出会默认带上来源信息，做内容生意，客户在欧洲或加州的标注已经不是加分项，是合规项。把今天的动作连起来看，其实是同一条线的2端。产出这一端便宜到不像话，一段提示词换一个能跑的3维游戏，10几美元换2小时程序化渲染 ，AI 半年里批量翻出安全漏洞。承接这一端全线告急，苹果的漏洞信箱被塞爆。领英得加个按钮专门举报 AI 垃圾，短视频平台把纯 AI 内容踢出推荐，欧盟加州干脆立法要求自带来源。
我的判断是，今年 AI 的主要矛盾换了，不再是模型能不能做出来，而是这世界有没有地方接得住它做出来的量。审核、评审、推荐、版权，这些系统的设计前提都是产出很贵，而这个前提刚刚失效了。AI 小课堂第17课 ：AI 做出来的东西怎么被认出来？第一件事，靠肉眼已经不行了。早年的 AI 图有6根手指，现在没有了，靠感觉判断的准确率基本在瞎猜和略好于瞎猜之间。第二件事，主流做法叫内容凭证，可以理解成给文件办身份证，生成时工具写进谁做的，用什么模型，什么时候被谁改过，再用密码学签名锁住，改一个字就对不上。行业通用的那套规范叫 CRPA。第三件事，它为什么还不够用？这段说明可以被包掉，你截个图发一次社交平台被压缩，转个格式，身份证就没了。所以厂商还会加第二层，叫影视水印，把人眼看不见，算法读得出来的信号嵌进像素或音频波形里，抗压缩抗裁剪更强，但也不是不能被洗掉。最后一句提醒，以后你看到检测显示这是 AI 生成，要追问一句，是查到了凭证，还是靠一个判别模型猜的？前者是证据，后者只是概率。附题速览，今天还有这7条。第一，安全公司 VonCheck 统计，今年上半年靠 AI 发现的漏洞有1061个，确认被真正拿去攻击的只有14个，找得多不等于危险变多。第二，奥特曼发帖推销用 ChatGPT 安排孩子日程，生成上学路上的定制播客，底下一条回复问，你为什么不直接跟孩子说话？点赞是他那条的12倍。第三，一个有点尴尬的细节， Meta 那篇讲记忆搭档的论文里，记事和干活的2个智能体用的都是 Anthropic 的模型。第四，行业观察者统计，开放权重的模型正在挤上性价比前沿，在能力和价格的平衡点上站住了脚。第五，有第三方抽样说 YouTube 短视频里已经有1/5是 AI 生成的。第六， OpenAI 那套企业代理产品的第一个真实用户是他自己，英文电话客服就跑在上面。第七，白宫那份前沿模型预审框架8月1号的期限过去了，联邦公报、标准局、网络安全局都没有任何公开文件，实验室按什么合规仍然没人说得清。追踪剧场，今天有2条现出了新进展。第一条，数学线，我们昨天讲过，一个还没发布的模型解开了10道多年无解的难题，今天数学界的反应出来了，而且分成2半。菲尔兹奖得主高尔斯说，那感觉像是脚下的地毯被人抽走了。另一位数学家更冷静，说眼下的前沿模型大概相当于一个扎实又不知疲倦的博士生。3000多名数学家已经联署了一份宣言，要求把人在数学里的位置重新讲清楚。也有人给出降温口径，在难度最高的那2档里， AI 至今仍然是0。第二条，智能体失控线，评测机构 METR 呼吁，这类事故不能再由厂商自己写份说明就结案，应该让独立调查者进场，能亲自跑模型、调阅原始记录、访谈员工。今日数字盘点，几个别处没提到的数。今天最值得记的是2500万，有人让 OPUS 5做一个我的世界仿版，一口气烧掉2500万 token。其余几个 Anthropic 那套自动挖漏洞的项目，23000条发现只对应上一起确认的真实攻击，漏洞从公开到第一次被利用，中位数80天，比过去的120天明显变快。刚才那个记忆搭档在客服类基准上把成绩从 55% 提到 62%。AMD 那块卡每$1换来每秒48个 token， 英伟达对位产品是33。欧盟那批高风险条款的新生效日定在2027年12月2号。最后一个，加州新规违规，罚款按天算，每天$5000。明日看点，替你盯着这4件事。3颗星，本周之内看哪家先把免费的 AA 检测工具挂出来。加州新规点名要求，谁先做，谁的格式就更可能成为默认。3颗星，待观察，白宫那份逾期的框架什么时候补上？在它出来之前，各家按什么标准送审是一片空白。2颗星，待观察，苹果会不会松开提交上线？他已经主动联系了那家被挡在门外的团队，但口子怎么开还没说。2颗星，待观察，社区能不能稳定复现那种一次生成的游戏，同一段提示词换个人跑，结果差多少才是真实水位。明天这个点有进展第一时间接着讲。
今日聚焦最后一条，讲一件特别有画面感的事。意大利一家小安全公司用 ChatGPT 辅助分析，找到一个 macOS 上的严重漏洞，严重到能让攻击者完全控制一台机器，可他们想报给苹果，报不进去。事实这边，苹果最近给每位研究者的提交数量设了上限，超了还得等1个月冷静期。原因不是苹果小气，是他的信箱被 AI 生成的垃圾报告淹了。同样一批大模型，帮高手自动化了枯燥的分析，也让完全不懂的人一天群发几百份，看着像模像样，其实全是编的报告，而每一份都得有人看一眼才知道真假。这家公司的负责人说，手上这个漏洞在黑市上值10万到20万美元。事情传开之后，苹果主动联系了他们。说人话 ，AI 让产出变得极便宜，于是所有靠产出昂贵来过滤的系统被一个个压垮。漏洞悬赏是这样，学术投稿、招聘投递、应用商店审核都是这样。更麻烦的是，门被关小之后，被挡在外面的往往是真有货的那个人，因为群发垃圾的一方根本不在乎被拒。还有一层反讽，苹果自己也在用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模型找漏洞，压垮这套流程的技术和他现在指望的技术是同一个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以后每递一份东西，简历、论文、工单、举报，都在跟一大堆机器生成的同类抢那一眼，能被看见的恐怕不是写得最漂亮的那份，而是能证明自己是谁的那份，可验证的来源正在变成一种硬通货。靠产出昂贵过滤的系统都会它，你还分得出哪条是 AI 做的吗？评论区告诉我。以上就是今天的 AI 日报。今天最该记住的一句话， AI 让产出变得极便宜，而所有靠产出昂贵来过滤的系统都还没准备好。照例说明，头条那些游戏效果来自社区实测，不是官方跑分，提示词写法与重试次数会显著影响结果。欧盟与加州的新规制在各自辖区生效，合规口径以官方文本为准。本节目不构成任何投资或法律建议。如果这10分钟对你有用，点个订阅，我们每天这个点见。硅基实验室，不聊概念，只跑结果。